4年前，有个小女孩在放学时离奇失踪，家长一直就在门外，却没接到她。那时候我刚失业，在幼儿园门口摆摊卖小吃。4年后，我偶然接触到当年案子的资料，当年摆摊时经历的一些事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真相。现在是2024年8月30日，4年就这么过去了，绵绵一直没有找到。那时的幼儿园已经成了一座废墟。这4年当中，我考上了帽子叔叔，经常会在这块地方轮值。有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女孩跑过来对我说：“叔叔，你的红豆饼真甜。”一切仿佛就在昨天。直到借着局里整理档案的机会，我翻开了丁绵绵失踪案的卷宗，还发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的思绪回到了2020年7月12日，那时幼儿园旁边地铁站还没建，家长大多是开车来接孩子。在我印象里，丁绵绵总是被她妈妈牵着，放学后在我家买一个红豆饼，然后坐上一辆新能源小车离开。她总是笑眯眯地对我说：“叔叔，你的红豆饼好甜。”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吃红豆饼。记得她失踪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雨天接孩子的车会比平时多1倍，所以幼儿园会在雨天分2批送孩子出校门，前后间隔20分钟左右。丁绵绵所在的大2班被安排在第2批出校门，可当班上孩子都走，丁绵绵还没出来，而班主任找遍了整个校园都没有看到绵绵。在这期间，绵绵妈妈一直等在门外，也没有看到她。后来校方认为绵绵一定是跟着第1批学生跑出去了，然后校方和帽子叔叔调取了刷脸记录和监控录像，也未曾发现绵绵出去的迹象。而且他妈妈就在门口，就算跑出去也是找妈妈。于是，在这个雷雨交加的傍晚，丁绵绵就这样失踪了。时间来到2020年7月21日，这是我在幼儿园门口出摊的最后一天。今天幼儿园没开门，绵绵爸妈今天也没有出现。听说他们已经向幼儿园要到了巨额赔偿，幼儿园也会从此关闭。黄昏，我把东西收拾好，心中止不住的失落，直到一个小男孩喊了我一声：“叔叔，你还在啊？”叔叔要收摊了，今天吃不成了。不，我不是来吃东西的，我要把钱给你。什么？绵绵上星期2跟我说，在你这买了东西没付钱，让我放学帮他把钱带给你。结果那天放学雨太大，我就走了。还好你今天还在。小朋友，你说的绵绵是丁绵绵吗？是啊。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上周2就是绵绵失踪的那天，可那天她并没有出现在我的红豆饼摊啊。再说，幼儿园放学前是禁止外出的，她怎么可能会提前出来买红豆饼？小男孩看我神情不对，小声问：“叔叔，绵绵是不是出事了？”叔叔，绵绵可喜欢吃你做的红豆饼了，可是……怎么了？可是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吃到过。我感到难以置信，怎么会？他每天都来买，说我的红豆饼很甜，他还说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可是叔叔，你真的看到他吃进嘴里了吗？我愣住了，开始回忆复盘绵绵每天来我这买红豆饼的过程。每次幼儿园放学铃声响起时，丁绵绵总会准时出现，她是每天第一个买红豆饼的忠实顾客。叔叔给我一个红豆饼。谢谢叔叔。拿到红豆饼后，她就会朝着妈妈走去，最后他们会一起上了那辆新能源车。但她从未在我面前吃过那个红豆饼，一次都没有，哪怕只是咬上一小口。时间回到2025年8月30日，在翻看卷宗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证据清单说明上写着园方的监控录像和刷脸记录均可能因画面重叠或死角导致存在遗漏。因此，本案认为丁绵绵未在放学期间出校门的关键证据源于其母的证词。从第1批孩子出来到走完最后一个孩子，我都没看到绵绵，而且他看到我也会第一时间跑向我。就是这份证词把责任完完全全的归到了园方。当时帽子叔叔一定经过了多次查勘和走访，选择了相信其母所说的话。但证词不比物证，如果他妈妈说了谎啊！带着这个怀疑，我拿着卷宗找到了支队长。可队长一看见丁绵绵的卷宗，瞬间大怒：“我让你帮忙整，不是让你翻旧账。”可是队长4年了，再不查清楚，他就要被宣告死亡了。这我能不知道？难道还要你教我？我没敢再说话。队长也叹了口气：“这个女孩，我们局里这几年从没放弃过找她。
几次专项行动都落空了，而且他爸妈找他也不积极。你知道的，现在的父母拿了钱，时间一久都不在乎了。没办法，只能哀求队长。队长能不能看在我这2天加班加点的份上，帮我一个忙？什么忙？让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刘哥和我一起重新捋线索，就今天1天行吗？卷宗上责任人是3队的刘军，想查这个案子肯定要找他。失踪这么久，以前的线索有啥用？难道你怀疑他爸妈？见我没说话，队长向我解释，这一点我们不是没怀疑过，可当时幼儿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没弄丢。孩子他爸妈把门一堵，短视频一发，网上炸了锅，都在指责幼儿园教育局势力给我们施压，让我们赶紧出结果，平息舆论。这个我知道，队长。那就给你们1天时间吧。离开前，队长叮嘱我，有些事情这行干久了你是会明白。这时我的思绪陷入到案件里，想起了那个困扰我多年的谜团，这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绵绵为什么那天要托人付给我2块钱？绵绵每天都来买，为什么？那男孩说他从来没有吃到过。后来我换了一个幼儿园出摊，才想明白这件事。那天是周末，因为没什么人来买，我就坐在椅子上打盹。这时一个小女孩叫醒了我，请给我一个红豆饼。我站起身，熟练地装好一个饼递给她。然而小女孩接过饼扭头就跑了，她没付钱。我待了一会也没打算追，就当是请她吃了。于是我继续在椅子上打盹。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有人喊我，我抬头看到是一个小男孩，他的身后还站着刚才那个小女孩。小女孩的嘴角还沾着红豆饼的碎末，眼睛红红的，明显刚刚哭过。而男孩递给我2个硬币，我不是来买饼的，刚才我妹太调皮了。郝叔叔，你这买饼没付钱，现在我把钱还你。这时我回忆起绵绵失踪的那个下午，确实有人到我这买红豆饼，而且年龄要比绵绵小。那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小女孩，她似乎不像是这个幼儿园的，她的样子穿什么衣服我都已经不记得，但我记得她是付了钱的，而且她的年龄应该也上幼儿园了，为什么能在放学前就跑出来？想到这，我立马拿着卷宗到2队找到刘哥，说出了自己发现的线索。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那2口子特么的瞒得真好，我都是之后例行回访去他们家才发现的。刘哥一边回忆一边说，我当时一进门看见他们家阳台就愣住了。你说这孩子都失踪这么久了，为什么阳台上还挂着一排刚洗好的小孩的衣服？他爸妈起先不肯说，支支吾吾的想岔开话题，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问清楚？我问了好久，他们才说这些衣服都不是丁绵绵的。我这才知道丁绵绵居然有个妹妹。我把我经历又给刘哥复述了一遍。什么？你说丁绵绵失踪那天，他妹妹在放学前来你摊上买过饼，而且丁绵绵还知道这事？恐怕是的。那你这还真的有问题啊！怎么了，刘哥？你想想，要是他俩是一个幼儿园的，这倒还说得通。问题是我之前问过丁绵绵，他妹妹和他不在一个幼儿园。我想到了什么，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刘哥表情严肃起来。对，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在那天提前把妹妹了带过去。这和丁绵绵的失踪有关联吗？现在还判断不了，但肯定有问题。队长，你在办公室吗？10分钟后，我和刘哥到队长办公室，刘哥把我们刚刚说的简单汇报一下。这案子马上4年了，你们这个时间想去确认一下也可以，但要注意分寸，人家可不是嫌疑人。知道。而且你们再怎么去抓，以前的细节都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就在现实中那20分。丁绵绵为什么消失了？4年了，丁绵绵在哪？是啊，即使知道她有个妹妹又如何？我的思绪回到了2021年4月17日。这段时间，我又换到市中心的一家幼儿园出摊，这里离绵绵的幼儿园大概4站路的距离。这天，我看到了之前替绵绵过来还钱的小男孩，看来那家幼儿园倒闭后，他转到了这里。我叫住他，请他吃了个饼。和他聊天中，我听出来这里的环境和老师比之前那家幼儿园好得多。叔叔，你还记得绵绵吗？怎么了？她失踪了，我知道。她真的好可怜。叔叔，我这次转到这边留了1级，结果她妹妹就在我们班。听到她妹妹几个字，我心头一怔。为什么说绵绵好可怜？她被她爸妈骗了，她妹妹的零花钱其实可多了。听到这句话，我突然想起了1年前的一个傍晚，绵绵没有买红豆饼，却在我这里陪我聊了很久的天。叔叔，我妈妈今天要晚点来，我可以在你这坐一下吗？得到我同意后，她小心翼翼地坐在我旁边。放学这会买饼的人多，她扑闪着一双眼睛盯着忙碌的我看。我忙不过来的时候，还会乖巧地帮我递几个打包袋。等忙完了，
我看见他安静地坐在一旁，我拿了一个红豆饼递给他，他甜甜地笑了，朝我摆了摆手。叔叔，我今天不吃。你吃吧，这个不要钱。可是妈妈说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这可不是随便帮我忙啊，这是你的工资。真的吗，叔叔？真的。他惊喜地接了过去，小心翼翼地盯着手里的饼。今天绵绵真的吃到了，原来真的这么甜，甜甜的奶香，酥酥的皮，红红的馅。要不是我认识她，还会以为这小姑娘是第一次吃，可是那真的是她第一次吃啊！吃完，绵绵递给我一个东西，那是一个水晶钥匙扣，里面装着一个小小的冰雪世界，如童话般梦幻。叔叔，我妈妈让我把好东西都得先给妹妹，好吃的好玩的，唯独这个我自己一直留着。妹妹今天说我不是她姐姐，我跟她吵了一架，哭着去找妈妈。可是妈妈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欺负妹妹，所以我怕这个也被她抢走。叔叔，你可以暂时帮我保管吗？为什么让我保管？因为我相信叔叔能做出这么甜的饼，一定不是坏人。那天，当夜空中的第一颗星星冉冉升起，我送他回了家。那天，因为他和妹妹吵了架，他爸妈压根没想来接他。叔叔，以后我长大了，要买光光你所有的饼，让你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谢谢叔叔，有人保护的感觉真好，真希望你能一直在绵绵身边。放心，我每天都在门口呢，想吃随时来，快回去吧。而当绵绵开门的一瞬间，他眼里的光消失了。时间回到2025年8月30日中午12点40分，和刘哥在食堂吃过午饭后，我们赶到了绵绵父母的家，见到了绵绵的妹妹丁子涵。帽子叔叔来了。好久不见了，秦桂芳。哦，我刚在里面洗碗呢。两位帽子叔叔吃了吗？我给你们煮碗面吧。不麻烦，我们吃了过来的。你和你女儿2个人在家。是啊，淘宝又去项目上出差了。这次过来还是绵绵的事。你这孩子上几年级了？3年级。时间过得真快啊！要是绵绵没失踪，也是3年级了。怎么了，帽子叔叔？是绵绵有消息了吗？没有，您知道她失踪已经快4年了，按理说4年就可以申请宣告死亡。我们不会申请的，绵绵一定能找到。我知道，这次来不是要你们申请，而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问我？我有什么可问的？就是绵绵失踪那天有个细节一直没问过您。都这么久了，什么细节？那天下午您是一个人去接绵绵的吗？是啊，我有个代步车，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开车去接她。那她呢？谁去接？她也是我接啊。也就是说，那天放学您先接了妹妹，再去接绵绵，对吧？那天先接的谁？我记不清了。记不清？我和刘哥同时明白，这个女人说谎了。绵绵失踪后，她和绵绵爸爸先是在幼儿园，然后直接去了派出所，一直待到很晚，所以他们必定先接到了妹妹。答案是毋庸置疑的。想起来了，我那天先接的是妈，你当然是先接的我。那天我生日，你说你晚上有事，还提前到幼儿园给我过了生日呢。是啊，我和他爸本来那天晚上要一起去外地，结果绵绵出了事。哦，是这样啊。空气安静下来，水龙头哗啦啦的，应该是从厨房传出来的。我去关水龙头，你们先坐会。不了，我们回局里了。谢谢您的配合。好歹要是有绵绵的消息，放心，会第一时间通知您。出门后，眼前的一切和刚刚一模一样，但一切都不一样了。倘若他们夫妻俩那天不是要去外地，他们早就知道那天晚上会有事。难道这一切真的是有预谋的？可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绵绵是他们的女儿了。我一言不发。当丁子涵说那天是她的生日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自己早就该想到的残酷的事实：绵绵不是她的亲生女儿。不可能，这个当时我们就怀疑过，但绵绵出生证明上的父母就是他俩。那丁子涵说那天是她生日，7月12号，怎么解释？你帮我查丁子涵的出生日期，马上发我。我们当时怎么没发现他们俩的生日只隔了不到6个月？对，所以我说绵绵不是他亲生的。那一切都说得通了。靠，4年前我怎么这么糊涂？刘哥，4年前外部压力太大，不是你的错，现在一切还来得及。是的，来得及。我们现在再去一趟秦桂芳家，给她带回局里。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啊。光伪造出生证明这项就够了。我跟局长汇报一下，
把当时参与的同事都调来，这次必须给他查个一清二楚。一路警笛呼啸，我坐在车里望着窗外发呆。这一刻，我等了很久。这一刻，我不知道接下来会等到怎样的结果。来得及吗？一切真的还来得及吗？绵绵，你在哪？你还活着吗？钥匙扣里的童话世界，叔叔一直给你保管着在啊。2024年8月30日，再一次敲开秦桂芳的门时，对方看我们的眼神不是惊讶，而是恐惧，那种做贼心虚的恐惧。刘哥面无表情地向他亮出了盖着公章的 A4 纸。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局里，你涉嫌伪造出生证明，还有策划丁绵绵的失踪。什么？帽子叔叔，你们搞错了吧？直到带回了局里，他依然重复着这句话。伪造出生证明的事，因为证据就在眼前，他不得不承认。但对于绵绵的失踪，他说自己一直把绵绵当亲生女儿，我们完全是在污蔑他。审讯陷入了僵局，在焦急的等待中，我对队长说：“可不可以给我10分钟？我想单独向秦桂芳问一次话。”队长答应了。2024年8月30日，询问室，看到我进来，秦桂芳马上喊道：“帽子叔叔，查清楚没？不能污蔑人啊！”绵绵妈妈，你还记得我吗？你不是新来的帽子叔叔吗？是的，不过几年前我们就见过面，而且经常能见到。哦，我没印象啊。你还记得那时候绵绵每天放学都会到校门口旁买一个红豆饼吧？她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把方才与我对视的眼神低了下去。我相信她想起来了眼前这个人是谁，我更相信她能想到眼前这个人必定带着尘封4年的罪状，揭开蒙蔽已久的真相。哦，原来是，那恭喜你啊，现在成了帽子叔叔。你说绵绵她是不是个懂事的孩子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4年前，每一次当绵绵开开心心地捧着红豆饼跑向你时，你都会问她这句一模一样的话：绵绵，你是不是个懂事的孩子啊？这个时候，她都会恋恋不舍地看看手里的饼，乖巧地朝你点点头，然后跟着你上了车。此时，丁子涵应该已经在车上了。上车后的内容虽然我听不到，但我猜你的下一句一定是：既然是懂事的孩子，那好吃的要让给妹妹啊。你无不无聊，就这么在乎你的饼？都是我女儿，我想让谁吃就让谁吃。但绵绵不是你的女儿啊，就因为绵绵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把你的虚伪和残忍淋漓尽致地施加在一个5岁的小女孩身上。那仅仅是一个红豆饼吗？那买红豆饼的2块钱是她每天仅有的零花钱，是她每天最美好的期待。我回想起绵绵每次伸出小小的手，把2个硬币递给我，那上面有她的体温，她一定在手里攥了很久很久。而你自己的女儿上着最好的幼儿园，有花不完的零花钱，吃不完的好东西，你却骗绵绵说妹妹没有零花钱。你好歹毒啊！你让她看着自己从未享用过的东西被一口口吃掉，一件件夺走，这一切的理由都是因为她要做个懂事的孩子。那又怎么样？这种事帽子叔叔管得着吗？你不光要夺走她的一切，你还要利用她，抛弃她。那天她的失踪分明是你们一手策划好的。你提前把妹妹带过去，绵绵看见妹妹手里拿着红豆饼，因为你总说妹妹没有零花钱，绵绵天真的以为没付钱，还让她同桌把钱带给我。那天你们肯定跟她说了什么，她是主动失踪的。那之后绵绵到底去了哪里？告诉我，一切都还来得及。你说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是被幼儿园弄丢的。就在这时，刘哥闯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幅画，亮到秦桂芳面前，上面的折痕像一道道沟壑，让画面4分5裂。我和秦桂芳都瞪大了眼睛。那幅画上的内容我们都认识，那是一个童话般的冰雪世界。这幅画是什么意思？丁子涵说绵绵去了这幅画里，是什么意思？听到这句话，我的思绪回到2年前，2022年6月24日。叔叔，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你这里吃红豆饼了。为什么？因为我毕业了呀。恭喜你啊！那今天的红豆饼，叔叔请你了。原来都已经毕业了。我从口袋里拿出绵绵给我的钥匙扣，在手里反复搓磨。那是绵绵的，对吧？是啊，你也记得啊？那必须的。跟绵绵同桌的时候，他天天拿出来看，说他以后一定会去到那里面的世界。这是他自己买的吗？不是，这是他妈妈送给他的。他妈妈说那里面的世界很美，有一天要带他去那里。我忽然就明白了，这个钥匙扣还有那个所谓的世界是一个虚假残酷的引导。你一直在引导和洗脑他，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为遗弃他做准备。绵绵压根不是失踪，
而是被你们有预谋的遗弃。你们诈了一大笔钱，在这里过逍遥日子，你们真狠啊！利用舆论，把我们逼得没有发现真相的机会。就凭一幅画，在这叫什么叫？你以为我们只找到了这幅画吗？4年了，所有证据肯定会被你们处理得一干二净。但你们忘了这个。刘哥拿出几张纸，是一份二手车交易凭证。绵绵失踪后不久，他们便把之前的小车卖掉，买了一辆更好的车。刘哥立即赶到当时买主的家里，找到了当时的行驶轨迹，发现有一天深夜，这辆车开到城郊一个偏僻处，停留了很久。刘哥马上查看了当时的记录，那一天就是绵绵失踪的那天。2024年8月30日晚上19点40分，2个分局的刑侦队、警犬全部都出动了。与此同时，针对绵绵爸爸的跨省抓捕也在进行中。在残忍的真相来临前，局里的同事厘清了一些事情。绵绵出生后1周，他的生母就偷偷走了，因为他早就发现绵绵爸爸出轨了秦桂芳，并且秦桂芳也怀了孕。一不做二不休，绵绵爸爸索性把绵绵的生母改成了秦桂芳。秦桂芳对这个不是自己的女儿一直是抵触与仇恨的。在绵绵5岁这年，他们终于决定要遗弃她。可是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20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1个小时后，刘哥的电话打来，绵绵她找到了吗？刘哥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半分钟的空白后，我才听到他哽咽的声音：找到了，应该是她。记忆中那个一蹦一跳的小女孩，永远停留在了4年前骤然的初秋。她才4岁，为什么要杀她？我只记得一群人在拉着我，而我一直重复着这句话。2024年8月30日晚上22点40分，快11点了，整栋楼没有一个人离开，很多人自发地来到大楼门口，大家都红着眼睛，等待着被埋葬了4年的小天使，等待着2个恶魔归案。晚上22点51分，绵绵被接回来了，直接送到了法医鉴定中心。晚上23点47分，400公里外的专班同事打来电话，绵绵父亲抓到了。在他的交代下，我们得知了那天那20分钟所发生的真相。2020年7月12日下午15点12分，那个世界真的在召唤我吗？是的，你今天必须去，妈妈不接你了，你跟老师说，你自己回家。可是我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妹妹。你哪有家？谁是你妹妹？你就是个野种！你快点滚出这个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5岁的绵绵听不懂这些恶毒的话，她一边哇哇大哭，一边向妹妹求助。可是在妹妹那里，她听到了更加残酷的真相。爸妈给妹妹的零花钱好多好多，今天妹妹生日，爸妈给她准备了大蛋糕，视若珍宝的红豆饼对妹妹来说可有可无。我从没把你当过姐姐，妈妈说你是累赘。随着校门打开，有几个孩子开始扫脸出门时，绵绵悄悄跟在后面冲了出去。她拉开车门，看到后座上果然放着一个大蛋糕，她从未见过，从未尝过的。5岁的她所认知的一切，在顷刻间轰然倒塌。为什么要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骗我？野种，你还敢动手？秦桂芳把她拖到车上，在座位上使劲压她。本就哭得喘不过气的绵绵，就这样死在了秦桂芳的膝盖下。最后一刻，她的眼睛睁着，盯着那个不属于她的大蛋糕。发现绵绵停止呼吸后，秦桂芳也慌了。此时，她听到幼儿园门口的喊声：“请大二班家长准备接孩子。”环顾四周，没人看到这一切，也没人看到绵绵跑出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恶魔的脑袋里。2024年9月22日，今晚是我的离职聚餐。我知道你当辅警就是为了这个案子，辞职了，你准备做什么？不知道，可能会重操旧业吧。10月1日，曾经倒闭的幼儿园重新开张，迎来了他的新生。初秋的傍晚，熟悉的红豆饼摊在门外静静守候。叔叔，请给我一个红豆饼。眼前的小女孩伸出稚嫩的小手，摊开2个硬币，宛如穿越时空而来。我递给她一个红豆饼，你是叔叔的第1个顾客，今天叔叔请你吃。真的吗？太好了。不过叔叔有一个小请求，你可不可以就在这里把它吃完？好啊。他痴痴地笑了，小口的品尝，每一口都在与过去的遗憾告别。他忽然抬起头，叔叔，你的饼真甜。叔叔，你怎么哭了？